各位，我频道的老粉丝都知道啊，我在8年前在油管上一出道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预言了中国的人口危机，那是8年前啊。当时我就建议中国政府全面的转向刺激生育的措施，比如说啊，发这个育儿补贴之类的呀，这个女性啊，只要是生孩子就给发钱啊，比她在外边上班都不差。而且呢，当时我要求就是说，立刻废除陋习彩礼，谁要彩礼等同于敲诈。你看我在8年前的这个呼吁，到现在中国的确是面临着人口危机了吧？那么这个人口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个魔咒是由于全球的工业化带来的，是无解的。也有北大的教授啊，悲观的预言说中国的人口将回到4亿左右。有人说了，现在工业化这么发达了，对吧？要那么多人干嘛呀？问题是说这些话的人呢，他想的太简单了。工业化发达，即便是现在的机器人啊，即便是满大街都是智能机器人了，那么我请问，多出来的这些生产力，它是为谁服务的呀？还不是为人服务的吗？如果人口萎缩了，那么人类啊向前进取的心也就没有了呀。现在的工业基础 AI 智能的这些基础还能保存现有的规模吗？那是不是以后那个 AI 如果一旦失控了以后啊，生物化的这些主人就没有用了呀，他们为自己服务去了，那人类不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了吗？现在说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是不是想的有点可笑了呀？正是因为人类的人口不断的增大，对于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所以人类才有征服啊宇宙迈向星辰大海的这个雄心，动力就是来源于人类的人口基数的不断的扩大。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吗？明白这个道理吗？可是我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生育率的魔咒到底能不能破。为什么你不想生了？792万，这是2025年的新生人口数据。而10年前中国的新生人口还是现在的2倍。10年前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明明经济在增长，科技在发展，为什么人却不愿意生了？那在老一辈的这里，生个孩子不就是添一双筷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吗？在当年的确是这样的，你就是这么被养出来的。但现在在中国生个孩子可不是添一双筷子这么简单，从备孕、产检、生产到托育、早教、学区、升学，都是一条条环环相扣的高成本链条。根据测算，养育一个孩子，这大学毕业的平均成本超过了68万，相当于普通工薪家庭10年的可支配收入总和。这还没考虑到学区房这个因素，因为普通人都想给孩子一个好起点的朴素愿望，没有学区房坚决不生娃。但学区房的价格往往是家庭年收入的30倍以上，年轻人根本就买不起。而且虽然说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是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的红利却并没有均匀的落到年轻人的身上。高校毕业生规模从2016年的765万攀升至了2025年的1270万，就业市场的内卷持续加剧，毕业即失业。另外，35岁的职场危机，灵活就业规模扩大，收入增长跑不赢生活成本的涨幅，成为了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年轻人连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不确定性，连安身立命都需要拼尽全力，自然很难生出养育下一代的底气。而老一辈里养儿防老的生育逻辑，在年轻人身上更是彻底失灵。爸，我连你现在我都养不起，还要靠你来补贴我，我怎么可能相信未来我的孩子能养得起我呢？简单给大家看一组数据，按照目前的新生人口下降规模，21世纪30年代10年出生的人口也就2000万啊。而在其成年后的50年代，必须要承担养老退休的人口是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间出生的2亿老人。对了，就是你觉得一个养10个可能吗？什么经济困局、科技封锁，
这些在现在的人口危机面前全都是小卡拉蜜。那人口危机有解吗？无解。目前北欧算是应对人口危机最好的地区，从备孕、产检、生产到托育、早教、学区、升学、养孩子呢，基本没成本。2000年到2015年，北欧的总和生育率呢，从 1.5 拉回到了 1.8。虽然说还没有拉回到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线，但总算是让生育率上涨了。但没有人告诉你，同期非婚生子率也从 40% 暴涨到了 55% 以上。冰岛呢更是突破了 60%， 主流社科呢把这叫做结构家庭也能维持生育的典范。其实呢就是把男性的抚育支出从对家庭的付款转到了对国家的强制付款中，中间呢多转了到手而已。但这套挽救生育率的体系呢，在2015年后基本就崩了。2015年后呢，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剧，油气价格波动叠加了中国高端产业的崛起，北欧的垄断红利呢持续收缩，财政收入呢大幅度萎缩，各国呢不得不开启削减福利、收紧生育补贴的申领门槛。结果呢就是肉眼可见崩盘。瑞典生育率从2015年的 1.85 暴跌到了2024年的 1.43， 芬兰的生育率呢更是直接跌破了 1.3。 整个北欧的生育率下滑幅度远超同期欧盟的平均水平，基本跌回了欧洲的基准线。那还有两个在努力解人口危机的国家，就是法国和英国。解法呢就是黑人，引进高生育率的黑人群体。中国这两个方法可行吗？两个都不可行啊，而且是从根上就不可行。我们先看北欧模式，很多人呢只看到北欧生孩子国家这样的美好，却忽略了这套体系能运作的两个核心前提：极小的人口基数加极高的人均垄断红利。瑞典总人口1000万，芬兰550万，挪威540万，加起来还没有中国一个一线城市的人多。他们能够拿出财政收入的 30% 以上砸进社会福利，靠的是爱立信、沃尔沃、诺基亚、游戏资源这些全由垄断产业躺着赚的钱，相当于几百万的人口分享在几个能赚全世界钱的超级印钞机。而中国的14亿人口，人均 GDP 刚过 1.2 万美元，不到北欧国家的1/5。而且北欧模式的生育率体制是以家庭结构的彻底解体为代价的，而在中国这种家庭文化浓厚的国家，说不定非婚生子的一把高，就彻底没人结婚生子了，可能还会降得更快。北欧的解法中国至少还能借鉴，而英法的移民大法中国连用都没机会用。发达国家能吸引移民靠的是高收入、高福利和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我们现在连自己的年轻人都留不住，每年有几十万的高学历人才移民海外，又怎么可能吸引到足够多的高素质移民来填补我们的人口缺口呢？到头来我们能吸引到的只会是那些比我们更穷、更落后国家的低技能移民，这只会让我们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既然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中国的人口危机还有解吗？坦白来说，没有速效解，没有完美解，甚至可能没有逆转解，人类就是会在工业时代灭亡。这不是单单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业时代的问题。从英国开启工业革命的那一刻起，生育率的下滑就成为了所有工业国家无法逃脱的宿命。农业文明时代，孩子是家庭最重要的生产饲料，多一个孩子都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份养老保障，生的越多赚的越多，所以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愿意生，拼了命的生。但工业文明彻底颠覆了这个逻辑，在工厂里机器取代了人力，在城市里分工取代了家庭生产，孩子不再是能帮家里干活的资产，反而变成了需要投入几十年的时间和金钱才能养大的负债。工业文明的核心是效率，而生育替代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效率的事情。你要花10个月怀孕，花10几年的养育，花几十年的投入，而且没有任何的保底收益。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所有进入工业化的国家生育率呢都在一路下滑，没有一个例外。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了 0.7， 成为了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日本人口连续14年负增长，每年减少超过50万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生育率也长期徘徊在 1.3 到 1.5 之间。有人说只要政策到位就能扭转生育率，但事实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跌破 1.5 之后能够成功拉回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北欧国家拼尽全力也只是从 1.5 拉到了 1.8， 然后又跌了回去。日本每年砸几万亿日元在生育补贴上，生育率依然纹丝不动。韩国更是出台了无数鼓励生育的政策，结果生育率反而越跌越低。因为这些政策都只是在治标没有治本，他们试图用金钱来弥补生育的成本，但就无法改变工业文明本身的逻辑。只要工业文明还在追求效率，还在把人变成标准化的劳动力，生育率的下滑就永远无法逆转。而中国只是比其他国家走得更快更急而已。我们有4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年的工业化进程，所以我们生育率下滑的速度也是全世界最快的。西方国家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从生育率 6.0 慢慢降到了 1.5，
而我们只用了短短30年，就从6.0降到了1.1。我们还遇到了最糟糕的时间点，当西方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了发达国家，有足够的财富来养活老人。而我们在人均 GDP 刚过 1.2万美元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我们未富先老，未富先少，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财富积累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承担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养老负担。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没有奇迹，没有捷径，没有救世主。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代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口的巅峰，也将亲眼见证中国人口的断崖式下跌。我们年轻时要拼尽全力养活上一代，年老时却可能没有人在养活我们。人口会回到4亿左右。韩国从总和生育率 1.3 降到 1.0 左右呢，是用了17年的时间，而我们国家呢只用了3年的时间。因为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工作时间长，而且不灵活的就业环境，大家都不想生孩子。韩国的例子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韩国好的机会都是出现在一些大的财团和公务员体系里面。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即命运。接下来呢，我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政策建议。我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俊妮，我在贝叶斯人口统计学领域呢，已经有12年的研究经验。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口形势及相关政策建议。我国人口呢，在100年后会回到4亿左右，回到100年前所说的4万万同胞。这是我4年之前所做的预测，当时受到一些质疑。4年过去了，新的数据出炉。如果说当时的预判还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那就是过于乐观。如果分年龄生育率和分年龄死亡率保持2023年的水平不变，而且不考虑国际移民，那么在83年之后，我国的人口会回到4亿左右。同时呢，人口结构还将呈现一种严重的倒金字塔形态。0到14岁儿童占比呢将是 6.4%， 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呢将是 45.7%。如果我们和现在目前世界上的情况来对比一下，目前就是在2024年，我们全世界超过4000万人口的这个国家中间，0到14岁人口占比最低的国家是韩国，是 10.6%。他们的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呢约是 20%。那如果我们再来看看65岁及以上占比最高的呢是日本，他们呢占比是 29.6%， 而他们0到4岁的这个人口占比呢是 11.4%。也就是说83年之后，我们的这个人口的占比中间呢，0到14岁的这个人口占比呢将更低，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呢将会更高。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形势。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连续经历了3年的人口负增长，而且呢，人口变化的形式呢是特别快的。比如说结婚对数，我们从2013年到2022年呢，已经是连续9年下降。2013年的时候呢是 1346.9 万对，到了2022年呢，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683.5 万对。到2023年的时候呢，因为疫情的缘故，那么出现一个后疫情补偿性的结婚潮，这个时候呢，结婚对数呢上升到了 768.2 万对。但是呢，到了2024年呢，这个数字又进入了下降通道，只有 610.6 万对。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呢，指的是平均一位女性在15到49岁整个育龄期间所生育的孩子数量。那国际上呢，通常是以 2.1 作为一个世代更替水平，就是说，如果平均一个女性在育龄期间生育的孩子数是 2.1 的话，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的稳定。因为呢，只有女性会生育孩子，而且呢，还要考虑到一个死亡风险的缘故。那我们国家的水平是什么呢？到了2023年，也就是七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总和生育率呢，就是只有 1.3， 已经达到联合国设定的超低生育率线。这个数字呢，还不是一个探底的数字。到了3年之后，也就是2023年，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呢，只有 1.01。在目前的势头下呢，这可能还是未来若干年里面最好看的数字。要知道，韩国从这个总和生育率 1.3 降到 1.0 左右呢，是用了17年的时间。
而我们国家呢只用了3年的时间。2024年我国人口总数是14.1亿，而我们国家呢65岁及以上的人口的占比呢只有 15.6%。所以呢，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感觉到人口总量减少以及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冲击。这原因呢，是因为我们1962年到1970年代初呢，我们曾经有一个出生人口的高峰。那这些人呢，他们还没有到65岁。如果这一批人到了65岁及以上，那我们国家这个老龄化的这个比例呢，将会大幅的上升。如果这一批人死去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呢就会下降，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人口规律。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人口总量减少还有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呢？社会学之父法国的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人口即命运。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决定命运。从长远来看呢，人口总量减少和老龄化会不利于创新。比如说我们现在周围的 DeepSeek、AI 智能体等等都是年轻人的天下。试想想，如果有一天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接棒，那么我们的活力、我们的创新在哪里？人口总量减少和老龄化呢，还会不可避免地对于经济总量带来影响、带来冲击。一方面呢是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另一方面呢是总需求的减少。同时呢，因为老龄化、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这个服务等方面的支出都会大幅的上升。而目前我国的社保呢是现收现付制，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那么我们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呢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更关键的一点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没有那么多，并且是一个严重老龄化的情况的话，那么它的话语权在各方面的影响都会大幅的减小。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到了以后呢，这个最大市场的地位可能就难以为继了。那么有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影响一个国家人口总量的因素呢，只有出生、死亡和移民。那因为预期寿命呢又不能无限的提高，如果我们不考虑大规模的接收国际移民作为一个选项的话，那么唯一可能做的就是提振生育率，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一种国策。从国际经验来看呢，提高生育率呢是需要有一整套一致并且互相兼容的家庭啊、劳动力市场啊、教育啊、医疗等方面的一些这个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呢需要是回应民众的不同需求，还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我们来看看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东亚国家的这个例子。这些国家呢和我们的文化是比较相似的，他们也有超低的这个总和生育率。那么这些国家呢实际采用了非常积极的措施去鼓励生育。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路透率是比较低的，2023年我们0到2岁的这个儿童的路透率只有 6%， 而韩国的话呢，0岁的儿童的这个路透率呢是 24.9%， 1岁儿童的路透率呢是 86.2%， 2岁儿童的路透率呢是 92.8%。 尽管这样，他们的这个收效呢依然不大，因为这些国家呢没有达成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就包括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工作时间长而且不灵活的就业环境、家庭和抚育责任中的两性不平等等等。而且呢，这个工作合同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困难。2024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将启动全力应对体系，直到解决低出生率的这个问题为止。而他们解决呢，只是说总和生育率要达到 1.0。他们的3大这个核心任务呢，是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改善养育环境，解决居住问题。同时呢，还要毫不动摇地去推动各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地区均衡的发展、教育、医疗等等。在此前呢，韩国的那个低生育率老龄社会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的角色，他们没有策划政策的这个权限，也没有执行预算的权限。但是这一次呢，韩国政府就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副总理级别的一个机构，人口战略企划部。那么就专门负责制定关于人口问题的一个中长期国家发展战略。
包括应对低生育率、老龄化以及制定移民政策等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应该以此为鉴，在我们国家的人口形势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呢，就把人口问题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战略高度。接下来呢，我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政策建议。第一点呢，就是要改变这个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在教育中间呢，要大力的鼓励合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影响人口的组建家庭、养育孩子，这都是一种需要包容和合作的一种行为。那我们现在的孩子呢，这个从小就处在一种高度内卷的环境中间，他们很少有机会有这个时间去和同龄人自由的玩耍，去和同龄人合作，去和同龄人去学会怎么样建立一种长期的友爱关系。很多不少的初高中学生呢，就已经明确的表示以后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那当他们长大以后呢，就会更难顺利的去组建家庭，更难顺利的去养育孩子。现在呢，有一些游戏公司和 AI 聊天的一些公司呢，他们会专门针对孤独成长的这个00后。为什么说孤独成长？就是虽然他们是在一个集体环境中间长大，但是他们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要孤独的面对，他们没有一种合作的环境。所以这个游戏公司和 AI 聊天的这些公司呢，他们会为孤独成长的00后来设计一些定制的一些角色，就贴合他们的情感需求，给他们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情绪价值。但是呢，这些是虚拟的一种情感支持，这样的情感支持呢，并不能帮助这些年轻人在现实中间顺利的组建家庭、生育孩子、养育孩子。因为呢，在现实中间，人和人之间呢是有很多不同的，有很多的差异。那么你要组建家庭，要养育孩子呢，是需要有更多的妥协、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合作。而这些呢，都需要时间和机会去积累、去培养。那我这里呢，我就不得不谈一谈这个普职分流，或者现在叫普职协调发展。理想的状况来说的话呢，是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是动手能力强，喜欢去接受职业教育；另一部分孩子呢，愿意更多的去思考理论问题。前面一部分孩子可能应该去接受职业高中的这种教育，而后面一部分孩子可能应该去接受普通高中的教育。这是根据孩子自身的兴趣、自身的特点，让他们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是现实生活中间的话呢，我们如果一个孩子他中考分数低，很多就会到职业学校去，就给大家造成一种这个普职呢，实际上是一个上下分层的这么一种感觉，就会造成特别焦虑的范围。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的这个体系来说的话呢，我们职业高中教育的体系还不那么完善，而且我们职业教育的这个体系的很多教的内容呢，还没有和社会未来的需求呢相吻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一部分孩子被迫去接受职业教育，这就会给这些孩子和家庭带来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呢让小学生就焦虑，而且呢就让教育呢就从幼儿园就开始卷，让教育呢变成了一场功利性的零和游戏。即使我们已经实行了双减政策，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课程内容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所以呢家长考虑到以后孩子还要进行普职分流，那么家长就不得不亲自上阵去辅导孩子作业，或者呢就是要让孩子去上很多的课外班。在课外班，在这些家庭的这个作业的学习中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不得不刷很多题。这刷题带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思考，没有时间去社交，没有时间去和同龄人交往。那基础教育呢，实际上应该是提供一种更加从容的环境，让受到基础教育的孩子呢，能更加的有时间去进行深入思考，有时间和别人一起合作探讨，甚至进行一些创新。那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的这个刷题和内卷的这种习惯的一种惯性，会延续到大学阶段。比如说在大学阶段的时候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学生去接受更加精深的知识，同时呢就是会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现实中间的话呢，就有很多的同学继续保持内卷的一种状态，去修很多的课，拿很多的学分，把这个分数变得越来越高，力求呢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优秀。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
他已经在初高中的阶段就已经耗费了太多的心力了。那么一到了大学呢，就想着躺平，因为脱离了家长的管束。另外一些孩子呢，他可能习惯了刷题，就一直想着能不能通过刷题来提升自己对于这个各种知识的理解，而没有一种意识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但是真正要掌握高阶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转化成创造力，或者把这些知识发展成生产力的时候，实际上不是需要的一种应试的技巧，而是需要融会贯通、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还要进行很多的合作。而所有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需要时间来积累、来培养，这也需要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个配合和正确的引导。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孩子到了15岁左右呢，大脑才会发育的相对成熟。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普质分流是放在中考，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在15岁的时候就要面临普质分流，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他们在大脑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什么社会历练的时候，就需要去决定自己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所以我解读不到这个在中考阶段进行普质分流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相对来说的话呢，我国的高中教育体系是比较成熟的，比职业教育体系要成熟得多。而我们国家的这个线上教育的技术呢，又非常的成熟。所以中国如果想的话，完全可以把这个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阶段，把普质分流的节点放在高考之后。在那个时候呢，孩子会更加的成熟，也更加有能力有资格为自己的未来去做规划，做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随着未来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优质的职业教育呢，实际上是应该以高中阶段的知识为基础的。第二点，建议呢要创造多元发展和合作的环境，减少内卷。仅仅改革教育还不够，因为如果是说未来的出入、未来的机会少的话，家长还是会把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投给孩子，那这时候养育孩子就变成一件苦差事。养育一个已经很难，养育2个是更加难。那我们之前说到过，平均一个女性在育龄阶段需要生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的稳定。那么如果大多数家庭都只能最多养1个孩子，那这个是一个不太可实现的目标。我们呢需要给孩子创造这个多元发展和合作的环境。在机会方面呢，我们还应该去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这样呢就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即使有一些人他被裁员，也能比较快的能够找到工作。韩国的例子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韩国现在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所以韩国政府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甚至有一些听起来比较奇葩的一些方式去鼓励生育。但是呢，他们的内卷依然严重，生育率呢依然没有得到提升。韩国在教育改革方面呢也做了大约60年的教育改革，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减低内卷，但是呢还是没有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韩国好的机会都是出现在一些大的财团和公务员体系里面，那大家都会从小就去争这样的出路。所以呢，创造多元发展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提早规划移民，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我们呢可能要提前进行规划。现在各个省市已经在进行抢人大战，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地方层面的发展焦虑。在国家层面来说，这也并非一步不能走的棋。就说日本的这个民族结构呢，比我们还要单一。以前呢，他们的社会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移民的，但是后来因为老龄化、少子化，他们也不得不逐步的去增加接受外国移民的数量。近些年来呢，日本其实已经成为移民大国。2024年的时候，日本政府推出了新计划，计划在5年之内呢，将接收具有特定技能的一些外籍劳工的人数总量呢提升到80万。中国呢完全可以以此为鉴，除了引进高级人才，还可以考虑一些特定的行业，比如说家政行业。我们的人均收入比香港要低得多，但是我们的家政服务的价格比香港高，而且质量呢还比香港的要低。那这其实就是因为香港有菲佣，
如果我们国家在未来希望考虑规模性移民呢，就建议重点考虑一些在血缘、文化等方面和我们比较相似的国家，减少移民带来的冲突。这个话题呢比较敏感，而且考量的维度呢是要很多的，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做陈述。大家看完了这个分析了是吧？北大教授是比较悲观的啊，他说呢更多的是由于社会分配体系的问题，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对于这种育儿成本方面的分析。他说回到4亿有没有可能啊？如果现在不去对生育率进行大刀阔斧的扭转的话，完全有可能回到4亿，完全有可能。可能再过个几百年，人口可能只剩2亿、1亿了。就中国呀，地球上的人口是吧？那可能是人类可能不到一定的基数以后，那就要灭绝了。那这个魔咒怎么破呢？工业化以后必然会这样吗？不见得，不见得。我一直给我的粉丝们说，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个人类的生育率最大的这个危害原因就是什么呀？原因就是现在的人类的政府天真的以为迈向了人权平等，免除了女性的繁衍人类的最基本的生物责任。大伙儿听明白了吗？女性生来就是为了繁衍人类而存在的，而现在呢，各个政府已经左到了骨子里，包括社会主义政府都左到了骨子里边，那是被谁带坏的呀？大家想嘛，被谁带坏的呀？竟然免除了作为人类繁衍载体的女性的生育的责任，爱生不生。那人类能不灭绝吗？能不灭绝吗？我在8年前我就说，再过50年，你们在油管上考古出了我的视频，你们就知道当年有一个智者就提出来了，女性不生孩子就是刑事罪行，她不配得到这个社会的所有的福利，甚至要去做苦力、坐牢。人类政府终有一天会明白这个智者当年的警告，但是到那个时候不就晚了吗？各位，中国政府有没有这个勇气率先担负起这个责任来挽救人类扭转生育率我当年我不是建议嘛这个社会财富的分配就是向生育孩子的女性倾斜，她只要是生2个孩子，她就比外边的这些打工的女人强，她生3个孩子，她就相当于打工的一个白领，她生4个孩子相当于外边一个打工的金领，她就可以养活一家人。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有惩罚措施一定要向生育率来看齐，不生孩子的女性就没有权利获得社会的福利。这是人类的万年的大计朋友们，别管什么生育率的工业化魔咒还有什么育儿的这个成本问题，对孩子的教育的精力问题，那都是浮于表面的。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说了人类的政府天真的免除了女性作为繁衍人类的生育责任，这是最根本的。有人能醒悟吗？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